当物体以光速相对于我们运动的时候，周围空间的光速运动将归零，原因是光速不变。宇宙中任何物体周围空间的光速运动消失，同时静止质量、电荷也将同步消失。任何物体其静止质量变成零，就会处于一种激发态，一定突然以光速运动起来，并且以后在没有外来因素的改变情况下，会一直以光速惯性运动下去。光子的运动是因为电子质量变成了零激发起来，而不是电子速度的变化。电子从一个正常质量变成零，处于激发状态，需要一个固定的能量，这个能量是加速运动电荷产生的反引力场提供的。少于这个能量，电子无法处于激发态，无法以光速运动；大于这个能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能量的数值达到了，电子就处于激发态，变成了光子，以光速运动走了。你再想加呢？量子力学来自张祥前《宇宙时间空间物质信息核心秘密》，揭秘量子力学中量子形成的秘密。量子力学的诞生可以说是人类对实验的总结和猜测，完全不是人思考出来的。因为你凭逻辑去思考，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不是那个样子。量子力学是反逻辑的，正如波尔所说的，谁要是不为量子理论而感到震惊，那他就是不了解量子理论后人解读为；谁要是不为量子理论而感到困惑，那他还是不了解量子理论，也就是说，人类不能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核心方程薛定谔波动方程不是根据什么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就是薛定谔瞎猜出来的。量子力学最早起源于普朗克黑体辐射的研究，认为物体向外辐射电磁波，辐射的能量是不连续，一份一份的。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意思就是物体向外辐射电磁波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某一个基本单位的整数倍。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朗克思想，并基于光电效应提出光量子假说。后来德布罗意提出，不仅是光，任何实物粒子，小到电子、质子，大到足球、太阳，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并指出了波动的频率、波长与微粒的能量、动量之间的关系。E等于h nu，P等于h lambda 至此，量子力学以波粒二象性概念为基础正式建立起来。但是这个结果让人很不满意。光子或者叫电磁波，为什么又是波又是粒子？光作为一种波，为什么能够在没有介质的真空中传播？我们知道声波就是依靠空气来传播的，在月球上，人说话周围的人就听不到。按照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氢原子一个电子绕一个带正电的质子旋转运动，电子旋转加速运动。按照麦克斯韦理论，电子加速运动向外辐射电磁波和能量，随后会落入到质子上。然而这个和事实不相符，这些问题目前主流科学界无法解释。统一场论的出现可以给出一种解释。统一场论认为，电子绕核旋转运动辐射的是加速运动的扭曲电磁场，而电磁场的本质仍然是空间。当这个扭曲电磁场包含了反引力场，扫到某些电子，反引力场使电子的电荷和质量消失而激发起来，以光速辐射出去，才可以向外辐射能量。扭曲电磁场如果没有携带电子出去，是不会有能量辐射出去的。统一场论认为，加速运动的电荷可以产生变化磁场，变化磁场可以产生反引力场。在统一场论中，电荷和静止质量都是物体粒子周围空间以光速向外发散运动的空间位移的条数。当物体以光速相对于我们运动的时候，周围空间的光速运动将归零，原因是光速不变。宇宙中任何物体周围空间的光速运动消失，同时静止质量、电荷也将同步消失。任何物体其静止质量变成零，就会处于一种激发态，一定突然以光速运动起来，并且以后在没有外来因素的改变情况下，会一直以光速惯性运动下去。光子的运动是因为电子质量变成了零激发起来，而不是电子速度的变化。电子从一个正常质量变成零，处于激发状态，需要一个固定的能量，这个能量是加速运动电荷产生的反引力场提供的。少于这个能量，电子无法处于激发态，无法以光速运动。大于这个能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能量的数值达到了，电子就处于激发态，变成了光子，以光速运动走了。你再想加能量就加不上了。这个固定的能量就是普朗克发现辐射电磁波，
辐射的能量总是一个最小单位的整数倍。能量是不连续的根本原因，也是量子力学中量子形成的根本解释。氢原子发光为什么是量子化的？是因为许多个加速运动电荷辐射反引力场，反引力场叠加可以使某些电子的质量电荷消失为零，而激发起来，以光速向外运动。电子吸收的能量是一个固定的值，如果电子吸收的反引力场提供的能量不够，电子不会激发起来，能量多了也无法施加到电子身上，因为能量一旦够了，电子就激发起来，跑掉了，变成光子辐射出去了。以上就是光子的形成基本原理。外星人的飞碟其飞行原理和光子是一样的，飞碟采用的是质量变化运动方式，外星人的飞碟只要质量变成了零，不需要另外再施加力，就突然以光速运动起来。光子的波动性是空间本身的波动，我们生活的空间时刻以光速运动，光子是静止在空间中，随空间一同运动。人类所观察到运动，大部分都是物体在空间中运动和物体周围空间运动两种运动的合成。比如，我们用牛顿力学中的动量 mv 和动力学方程 F 等于马来描述物体在空间中以速度 v 运动，或者以加速度而运动。为什么要带一个质量 m？ 在统一场论中，这个质量 m 就表示物体粒子周围以矢量光速运动的空间位移的条数。空间时刻在波动，质量与空间这种波动密切相关。这个就是量子力学中任何实物粒子小到电子、质子，大到足球、太阳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的背后原因。普通物体的运动是在空间中运动和周围空间运动两种运动的合成，而光子只有在空间中运动，周围空间运动完全消失。在统一场论中，光子模型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单个激发电子的，以圆柱状螺旋式在运动，正负电子相遇产生的光子是两个电子绕一个中心轴旋转，并且都是以旋转平面垂直方向以光速直线运动，也是一种圆柱状螺旋式运动。由于我们地球人用光子观察光子，观察的时候会改变光子的形态，所以人类一直到现在不能直接观察光子。外星人用人工场扫描来观察者光子，人工场本质上是人工操纵空间，而空间可以无限分割，可以观察比光子还要小的物质，所以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光子的模型。如果我们地球人发明出人工场扫描，就可以验证上面提到的两个常见的光子模型。